我一直有一个好奇，就是当大家在刷社交平台的文字的时候，去看到的那些文字，如果说 AI 感很重的话，为什么还是会有那么多的点赞跟收藏呢？我真的很不理解。就我自己的体验来看，如果我刷到类似的这些帖子，我是绝对不会点赞或者收藏的，哪怕它很有信息量。我是觉得，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在做这个内容，那你应该把你所要分享的东西转化为你自己的语言再发出去。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，为什么 AI 感这么的重，结果它还是能得到这么多的正向反馈。还有就是，我也觉得现在大家在招聘的时候，基本上大部分的岗位都很在乎一个人他有没有 AI 经验。但我刚刚又看到另外一条帖子是说，他在某个大学听了 AMD CEO 的一个演讲，这个 CEO 应该叫做苏姿丰吧，反正我不太了解他。大概就是说，这个演讲里面，这个 CEO 他提到他在招人的时候很看重的一项能力是，这个人能不能判断得出来 AI 给出的东西对不对。就是他的原话我不知道是什么呀，因为这个人他分享出来的东西就是用 AI 总结的一些东西，所以的话我大概猜测的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判断得出来 AI 给出的东西就是 right or not right， 就是如果说这个人能判断得出来的话，说明他的判断力是绝对在的，就是绝对在线的。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。就如果说一个人选择做内容，他选择用 AI 去做辅助生产内容，如果说他能够把 AI 调教的让他写出来的文字能够让人看起来没有 AI 味儿，那才说明他真正的用好 AI 了。但如果他连判断 AI 给出的东西有没有 AI 味，就是有没有 AI 的味道，他都不能够判断的话，那我觉得他这个用法是绝对失败的。真的，就是某书上面很多的文字内容 AI 感特别的强烈，尤其是当你发现就是在发现那个页面下一连着好几条都是 AI 写的文字或者 AI 辅助生成的文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他们哪怕 AI 生成了，你自己去改一下也可以啊，但是他没有改，我就觉得很崩溃了。尤其是当我看到这样的文字还能够有这么多的正向反馈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已经颠成了我无法想象的样子。我记得之前在朋友圈里面有个他曾经是一个知名科技媒体的编辑，他就吐槽过这样的现象。他说某书上面出现了这么多用 AI 辅助生成或者直接用 AI 写的文字，而且那些人得到这些文字之后连改一下的这个动作都没有。他当时就觉得很失望，甚至有一点生气的那种感觉。反正我自己是觉得真的很崩溃，很崩溃。所以但凡我遇到一个真的是用心在写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反倒觉得这样的人极其的珍贵，真的太珍贵了。而且有时候我看到他的数据远不如那些 AI 味儿特别重的文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哪，太可惜了。就是这个世界
我又想用那样的比喻，就是说真的颠成了我不敢想象的样子。你说那些点赞的收藏的人是不是真的觉得他看不出来这些文字是有 AI word 呢？还是说他其实已经能够接受这样的东西的存在了？我真的不知道呀，为什么就接受了呢？我想不明白。所以回到那个 CEO 说的那一点，我觉得真的很重要。就一个人他生产出来的东西有没有人味儿，这一点其实可以判断得出来他这个人本身，何止是判断力方面的呀，还有审美，还有品味，这真的是极其极其重要的。包括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号呀，甚至是 X 上面的内容，咋说呢？其实我以前一直在纠结，为什么 AI 经常会讲 not A but B 或者 A but not B 这样的结构。当然，因为我没有长时间在英文环境里面浸润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内容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多不多。但至少我在看 Substack 上面的英文文字的时候，我很少见到类似的内容。可能在 X 上面，这个就是以短文字为主的这些社媒上面会出现类似的结构的文字吧，但是我自己感觉应该频率还是蛮低的。但 AI 它会给出这样的一个句子，我不知道是不是 AI 感很强的句子，但至少比如说有些 AI 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，如果它用的是中文，那就说明它给出的那些文字其实都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，然后以中文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难免会带很多英文的痕迹，或者说英文的影子。而我们中文的使用习惯跟英文有些顺序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比如主谓宾啊，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些结构，有些是就是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，它就是不一样的。有的时候你在读一整篇文字，你的感觉会告诉你这篇文字不对劲儿。它不对劲儿，就是因为它生产的东西，它就是没有中文的味道呀。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是大家都接受了这样的世界，还是大家的品味就这样了。我甚至有时候也会去想，就是因为，我又不想暴露我在做什么工作。好吧，我做的工作其实跟音频内容有关系，就是我会去听很多播客内容嘛，那我可能也会涉及到播客制作的部分，我就会看到很多主播跟嘉宾他们的原始表达是什么样子的。其实啊，怎么说呢，我在没有接触这个工作之前，我一直觉得我听到的播客内容，或者说我听到的播客主讲话，嘉宾表达，就是我所听到的样子。但是当我真正接触了这部分的工作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哇哦，大跌眼镜。就有时候你觉得一个表达很好的人，他实际上就是呈现给你的样子是他筛选过后的样子。不管是播客，还是我们看到的视频博主，又或者是
我们书写的文字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人选择以什么样子的形态呈现在你面前，是他精挑细选的，是他设计的，而我们看到的只有前台的样子，并没有幕后的一切。就是很多人他往往会觉得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的全部，就是这个人的真实水平。我们没有想象得到前台的幕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，或者说形象。我现在反倒觉得，但凡我接触到的东西，如果我真的看到了尽可能看到的全部，我是不会完全相信的，就是总会有一个怀疑或者说不全信的这个信念在。因为当你接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，就比如说播客，就是一期播客节目它到底是怎么诞生的，当我经历了整个全流程之后，我就能够对完成的这个播客节目有祛魅在了。我仍然会相信播客节目里面讲的内容，它的质量，它的表达，它的呈现，但是我不会把我耳朵里听到的这2个形象或者是多个形象神化，因为我觉得，或者说因为我知道他们背后一定会做某一种设计，做某一种筛选，所以才能够让我们看到这些东西。其实社媒也是一样啊，大家都争吵了这么久，就是有的人会讲，一个人选择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什么样的内容，其实他是在表演，或者是在博取关注什么的东西。某种程度上说是也可以，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不是，因为有的人他真的就是出自内心的想要把自己观察到的美好，想要把自己经历到的美好就放在那里，他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记录，这种人是绝对存在的。包括因为最近我在构思一篇文章嘛，我会去设计或者说涉猎一些资料，那在阅读这些资料的过程当中，我就会发现那个学者我忘记了，反正他写过一些书，他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或者说观点就是媒介即信息。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一开始提到的是什么来着？想不起来了。好，就是比如说我提到播客这个东西，我们所听到的声音，它就是一个承载着播客信息的媒介嘛。那声音本身是一个信息，声音背后的设计、编排也是一种信息，只不过说它是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信息而已。就是但凡一种东西存在，它既是媒介也是信息。就举个例子吧，我在出去玩的时候，去海边散步，我就在海边某个地方看到了一架损坏了的钢琴，钢琴前面呢还有一张空椅子，而且这个椅子和钢琴就是假如说有人坐在椅子上的话，他面向的那个方向就是大海。我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说不是有一部电影叫做《海上钢琴师》吗？那么我就会在想，海上钢琴师是去海上了吗？就是我会对这一个画面联想到
我的脑海里面跟它有关的记忆，并且衍生出一些别的一些意义。这个意义就是我自己生成的，就是海上钢琴师去海上了吗？这样的一个有点调侃意味的意义。首先是我看到了这幅景象，然后我产生了意义，那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就深了很多很多，对吧？哪怕我离开了这座城市很久很久，我回想起来某天我去海边散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，我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意义生成的画面，那这个城市的形象长期驻扎在我心中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座城市的治理者，或者说管理者，或者说这个片区的治理者、管理者，其实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又或者说哪怕是这个场景附近的某个建筑的主人，但我不确定这个钢琴跟椅子到底是谁放在那里的。我假设了很多种可能，比如说有可能是这个城市或者这个片区的管理者，又有可能是附近某个人家他们的钢琴用坏了或者什么，就把它搬到这里，因为它原始价值已经没有了嘛，它又不是很有年代的那种收藏品，所以把它放在这里，就相当于它是一个旅游城市的，那个词汇叫什么来着？就是一个文化记忆点。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记忆点，可以这么说。那假如说这样的一个景象真的在我心中驻扎很久很久，哪怕我很长时间没有来访过这座城市，我还是会记得这幅景象，就说明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它已经能够让这座城市在某一些旅行者的心中扎根了。就是这样的一幅画面，这样的一些物实具体的物品，它其实也是一个媒介，而这个媒介本身其实也是信息，那些信息就是我生成的意义。就是我一直觉得，就但凡你看到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物品，它其实都是有信息点在的。就比如说你认识的这个人，他也是有信息点在的。那这些信息可以解读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不是经常说我们遇到的人都不是平白无故遇到的吗？就是说这个人的出现一定有他的理由，而这个理由就是信息。那这个理由呢，是附着在这个人身上的，是我们通过这个人解读出来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人本身其实也是信息本身。哎呀，我真的忘记我一开始要讲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来着。我一直想把我的话题引回我开头讲的那个内容，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我开头讲了什么东西了。我到底讲了啥呢？小红书的帖子，某书的帖子，对，就是我刚开始讲的是 AI 时代的判断和审美，但是我怎么把话题引到了媒介及信息这个点上？我应该怎么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给牵起来呢？OK， 那我就勉强的把它们连起来吧。就是当我们在刷某些社媒的时候，会看到别人散发出来的一些文字信息嘛。那这些文字信息，你通过去解读它，你就能够看得出来，发布这则信息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而这些什么样，其实背后无非就是一些信息，比如说他的审美、他的判断、他的品味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的文字不仅仅是这个人选择显示出来的文字而已，这些文字背后也代表着他这个人。而无论是他这个人，
还是它显示出来的东西，还是它在怎么编排这些文字的这个思考，或者说衡量，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信息。而不管是具体的个人，还是承载的平台，还是我们通过这些看到的东西所生成的这些意义，它们既是媒介又是信息。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圆回去了。就这样吧，梦到哪里说哪里。就是之前我尝试去听过姜思达的播客内容，我当时就很震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去听他的播客呢？就是他真的是一个想到哪儿说哪儿，想到啥说啥的人。我甚至还看到有一些评论区，就是付费播客的评论区，有很多人讲这个人讲话没有逻辑，没有想法，没有思路，就是就真的是想到啥说啥的那种类型，但是他还是愿意去付费，我就很不理解了，怎么会呢？虽然我很清楚姜思达他这个人的确是有他个人魅力在的，但是他的个人魅力就呈现在，我也不知道了，我真的是不知道。但如果说有一天真的有人会觉得我说的东西对他有启发，那我真的会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表达对于我来讲，它是比文字书写更舒服的一种方式。因为文字书写怎么说呢，我在写下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之前是有很深的考量的，我会去想它的逻辑怎么样，它的前后顺序有没有违和，就是我真的对文字的要求很高很高，以至于我每次写篇文章我都会想很多，哪怕一篇文章我已经构思了1个月了，我可能都还没有把它写出来，但是如果用声音表达，我可以在短时间内表达特别特别多的内容。因为就像刚刚很经典的一个时刻一样，我完全不知道我一开始说了什么东西，但是一旦我开口说话，我就能够完全不停，就是根本停不住，只要我不想收尾的话，我就可以一直说下去。以前我小的时候，我奶奶还在嘛，我奶奶就会跟我说，哎，你怎么有时候会跟自己说话？我当时有点意外，我真的会有跟自己说话的时候吗？我知道我有时候会刻意跟自己讲话，但是我跟自己说话的时候被别人听到了，别人跟我反馈，但我对那个时刻是没有印象的，就是有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跟自己讲话，可是有的时候我很清楚我在跟自己讲话，因为跟自己讲话这个过程可以是自己发起的，但我不知道原来它还可以无意识发起，不知道。反正口头表达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自我表达方式，甚至我有时候还在觉得，如果有人想做这么一档播客节目，但是呢他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就是比如说播客主这个身份，我真的非常非常乐意去做这样的一个角色，而且我能够保证我可以把这期节目做得很好很好。尤其是我真的很擅长用我的方式去呈现一个人，就是把我所看到的这个人，所想了解的这个人，完完全全的呈现给听众们。也不知道这样的一份神仙工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给到我。
当然，其实我也可以自己去发起这样的一个项目，但是因为我身边这样的人真的太少太少了，就是我对筛选人也有我自己的标准。怎么说呢？这些标准真的太严苛了，我有时候真的很想骂自己，为什么要求这么的高？所以呢，我现在打算把我这些废话放出来，也算是突破我自己要求高的这样的一个尝试吧。就我选择展示出去的东西的背后，其实有很多东西，它可能展示出去是有价值的，但是我就是因为觉得它不够完美，觉得它不够有信息量，觉得它不够有价值，所以我把它藏起来了。但是这对我来讲是一种不太好的事情，因为我需要搭建一些被别人看见的渠道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废话不废话项目会不会真的有人关注到，但我觉得我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本身是让我很快乐的，也相当于是给我自己搭建了一个出口，去表达一些我想表达的东西，去说一些我想说的话。我觉得这个本身就已经足够的有意义了。